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米塔世界。今天我们会从澳洲飞往新加坡玩一天，然后再转机到日本游玩。我们这次乘坐的是新航，也就是新加坡航空，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乘坐这个新航。希望在这7小时里面，我们会有很好的飞行体验吧。当所有乘客入座后，空服人员就会开始给每一位乘客一条热毛巾，用来擦干净自己的双手。除了擦干净自己的双手以外，也可以用来擦脸，让自己提神，然后也可以顺便清除一下脸上的汗。Like this, have a whistle and a light to attract attention. 在准备起飞的时候，荧幕上就会开始显示有关新加坡严肃的安全资讯影片给大家观看。我不知道观众们有没有坐过新航。我们这次会选择新航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家的行李托运模式。新航是少数飞往日本却按重量计算行李的航空。由于它是根据托运行李箱的总重量来计算费用，所以在旅行时就不必因为购买的东西塞不塞得进行李箱而感到困扰了。在这里我们来打个比方哦，比如当你在日本要转店或者谈即刻的以免税的方式结账时，店员会把商品都打包放进那个免税的塑料包装里面。如果你那时刚好买的东西很畸形，它的形状很畸形、很特殊时就会面临着比较尴尬的问题。尤其是有限制1到2枚的托运行李箱的航空公司如果你打算在日本买一些比较占空间却又不怎么重的，比如零食、模型、收纳用品、玩偶之类的东西时，新航就变成了不错的考虑对象。当然呢，最重要的是打包行李时注意避免被归类成超大型行李箱而多给钱还有就是托运的行李箱数量越多，在这方面所消耗的重量就越多，所以呢，还是要好好的衡量怎么做才拥有最高的 CP 值。如果需要在日本找一个适合托运又轻的行李箱，我个人是推荐无印良品的波士顿收纳袋，或者黑猫运输直营店内售卖的箱子。我们这次坐的是波音787-10的飞机，以经济舱的配备来说，该有的都有。平均80厘米的座位，前面是一个触碰式萤幕，里面有很多的电影可以自由观看。再来是基本的灯和呼叫按钮， USB 充电孔、耳机孔，可以放小东西的小空间。旁边呢，这里是个收纳型杯架，这个东西是我的福星，因为我就可以不用为了放饮料而拉开餐桌了。说到餐桌，它其实有一个小巧思，也就是这片镜子，可以帮助你在下飞机前整理妆容这里有很多的小口袋，是可以放手机等一些小型的东西。大口袋的地方里面就是杂志、飞机安全资讯和呕吐袋。耳机可以在登机途中自由拿取。在每个座位上都会附有的毯子和小枕头。窗口是使用按钮来调整亮度的，而不是上下的遮阳板。按上窗口就会变亮，按下窗口就会变暗，也可以跟着自己喜欢的亮度或者是暗度做调整。但是在固定的时候，比如起飞和降落时，都会由机组人员操控。米塔世界。因为是全服务航空，在飞行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收到了一杯水和一包坚果。
过不久就到了午餐时间，我们吃了几餐后，就在我以为就这样结束时，空服人员就开始分发了冰淇淋。因为我很喜欢吃冰淇淋，所以拿到的当下瞬间感觉幸福满满的。由于抵达的时间是在下午3点左右，飞机在准备降落前还提供了下午茶。在3万英尺的高度下享受着面包，让我感觉，我在坐飞机。在这次乘搭新航的体验相当的愉快，空间上来说，位置整体算是蛮宽阔舒服的。对于一个喜欢冰淇淋的人来说，可以在飞机上享受到冰淇淋是非常的加分的。另外就是他们的托运行李模式了。可以在少担心购物的东西是否太大而塞不下一个进行李箱的情况下，更尽情的在日本购买，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点哦。